我大学毕业就直接到故宫工作，一直在研究陶瓷，加上我自己对茶器有兴趣，所以就顺便研究茶器。我们有25000件左右，清宫旧藏大概有24000多，几乎都上手过了。因为早期在展览，客人常常会问我说：“这个碗是饭碗呢，还是当茶器用的？”所以你就对它非常有兴趣，这个原本的功用到底是什么？后来最主要就是看到了清宫的制作档案。清宫不管做什么，就是一件很小的东西，譬如说今天去裱一张画，它就像流水账一样，一一都要登记下来。刚好北京故宫又有一本陈设档，一个宫殿里面摆设了什么东西，都要一一记载下来。北京故宫的档案可以跟我们台北的实物对照出来，所以我可以清清楚楚的知道它就是这一件东西。后来我继续做研究，茶怎么吃法，怎么煮法，茶的制度改变了，茶器也跟着改变。譬如说唐宋都以喝饼茶为主嘛，就饼茶把它磨成粉。那唐代是在茶锅里面打茶，把搅拌好的茶舀过来，所以唐代的碗并不要那么高，然后茶碗是宽的，大约都15公分左右。那到宋代是因为直接在茶碗里面打茶，你怕那个茶汤溢出来，所以它茶碗的高度就高了。可是到了明代，朱元璋他认为制造贡茶进贡太劳民伤财了，所以他废去了那个贡茶的制度，也从此把做饼茶改为茶叶，就是从唐宋的打茶改为泡茶了。明代以后呢，就以茶壶跟茶盅为主，像唐代的比较大的碗就不用了。我要去查很多的档案，那也顺便去查了乾隆的御制诗，后来就从御制诗里面发现乾隆皇帝非常的了不起。以我们爱茶的人来说了啊，他为自己盖了将近20个茶室，而且他的茶室有他专用的茶器。常常也看他命令宫廷画家把他在茶室里面品茶、读书或者弹琴的那些画面描绘下来。有一位茶童在备茶，那些茶器都可以跟故宫的收藏比对出来。2015年，我们在南部分院，就是在现在的嘉义太保，我们有一个常设展，它叫做“芳名远播亚洲茶文化”。那它里面就是从唐代一直到清代、近代，然后有日本的茶器、日本茶室，那里面也复制了一间明代的茶寮。基本上我是根据一张明代陆师道的画还有文征明的画去把它结合的。我们在故宫南院的茶席，我只摆了4个杯子。这个理念呢是来自于明代人，很多文人里面都提到一人品茶得神得幽，2、3人品茶得趣得味，那7、8人喝茶就是叫诗茶不叫品了。我相信所有爱茶的人都各有他偏好的地方。那我刚好就是说我自己研究器物，跟我的研究跟我的工作又可以一起结合，所以我也常常觉得我可能是最幸福的人。